你知道为什么气候界要这么关心牛放屁的问题吗？Hello， 大家好，我是气候妈妈，和你一起学习活在未来需要的气候知识。今日大纲：一、为什么牛放屁比人放屁更影响气候变迁？2、各种人类食用肉类的排碳量有何不同？3、科学家是怎样解决牛放屁问题的？这里是一个讲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太清楚，也不太明了该如何面对的气候变迁的故事的频道。感谢点进我们这里的你，让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又多了一个关心自己生活方式和未来的人。当然，气候妈妈也诚心诚意地感谢帮我们点赞的每一个爱地球伙伴们。另外，我的脸书也会分享一些气候小品，欢迎来看看哦。牛放的屁跟你不一样，打的嗝也不一样。温室气体排放是促进全球暖化的最大元凶。目前科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只要减少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并渐渐地改善气候变迁影响的恶化。甲烷是导致全球暖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不算水蒸气的话，在大气中的量也仅次于二氧化碳。虽然甲烷存在大气中的时间只有12年，跟其他温室气体比起来相对短暂，但是热捕捉的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4倍，基本上也是个狠角色来着。总体而言，畜牧业排放了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 9%， 占甲烷排放量的 35%到40%， 氧化亚氮的 65%。江湖传言说，畜牧业的排碳量已经直逼人类的所有运输工具的排碳量了，是个很惊人的数字。而畜牧业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甲烷排放量，除了养牛过程中会有的排放之外，是因为牛放屁跟打嗝都会产生大量的甲烷，这点跟人类和其他动物都不一样，很不一样。牛之所以会放甲烷屁、打甲烷嗝，是因为它们的胃部构造比较特殊。我们人类的胃只有一个胃室，但牛却有4个。牛主要是靠这4个胃室消化食物。牛很喜欢吃草和其他高纤维质植物，但想要利用这些食物的能量的话，光靠牛自己还不行，还需要靠微生物小伙伴一起来帮忙。这些微生物小伙伴可以把已经被牛嘴巴咀嚼过的食物继续分解成更小的碎屑，让牛可以更好地吸收植物中的养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小伙伴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气体。一些微生物会产生氨气，这是造成酸雨的原因之一；一些会产生二氧化碳，还有一些会产生甲烷。牛的消化过程中会产生多达100多种的有害气体。当这些气体越聚越多的时候，牛就需要把它们排出来，不然胃口会爆炸，那可不妙。所以牛就会利用打嗝和放屁，把体内的有害气体排出体外。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跟你保证，牛放的屁一定要比你放的还要臭。错，甲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其他羊和羊驼等这些反刍动物，因为跟牛有一样的消化构造，所以打嗝放屁的主要成分基本上也都是甲烷。另外，你可能会好奇，那人类也会放屁啊？现在全球人类超过78亿人口，我们的屁就没问题吗？还真的有人认真计算过呢。一个成年人一年排放的甲烷只有 0.12 公斤，但一头牛一年却可以排放高达120公斤的甲烷。一头牛就可以抵上12000个人，相对而言，影响小得太多太多。目前地球上约有10多亿头乳牛、13亿头家牛、12亿头绵羊，提供各种奶制品和动物性蛋白质。光25亿头牛的甲烷排放量就是25乘上12000，等于3兆人口的排放量，还是比78亿的人类还要多很多很多很多。回到牛肉，这张图可以看到人类各种粮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我们简称为排碳量或碳排。很明显的，排碳王得主是大规模肉牛畜牧场中的牛肉，加上土地和运输，每公斤的牛肉会排出高达60公斤的碳排，我自己都有点吓到。其次是一样会反刍的羊，但每公斤的羊肉就已经是少很多的24公斤碳排了。
而综合农场中的牛肉是21公斤。猪和家禽因为不会反刍，不会产生甲烷，所以每公斤碳排相对较少，分别是7公斤和6公斤。所以真的想吃肉的话，还是支持我们台湾的猪队友和家禽队友吧。然后鱼类的话，养殖鱼类是5公斤，天生天养的鱼类则是3公斤，是动物性蛋白质里最低碳排的选择了。相较而言，植物们基本上都是优等生了。我想比较令人压抑的应该是水稻，有4公斤，比野生捞捕鱼类的3公斤还多。主要是因为水稻田的低氧环境是很多会产生甲烷的细菌和微生物的温床，所以也会产生不少的甲烷和氧化亚氮，这2种都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不过其他植物的表现大概就是3以下，苹果 0.4， 柑橘类还 0.3 而已，基本上和动物们相比就少了10到50倍之多，真的是让动物们都看不见车尾灯了。而为了要改善畜牧业的甲烷排放，很多新创公司也想出了很多方法，从改造饲料到研发基因改造的食品，千方百计的想要改善牛羊放屁和打嗝的成分，一种想尽办法让牛羊放香屁的概念。例如有用大蒜和柑橘研发出来的新饲料，听说可以减少牛只30%的甲烷排放，也有人宣称只要喂牛羊吃一种叫做芦笋藻的海草，就可以让它们的屁减少50%到70%的甲烷排放。但是养牛的问题可不只是放屁而已，畜牧业被抨击最多的其实是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多于甲烷排放。例如因为需要大面积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造成野生动物栖地的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大量的排泄物也会造成环境和水的污染，还有畜牧动物的权利等等，都是值得检讨的问题。所以减少牛肉在内的肉类消费，除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之外，其实对地球和自然资源的占用这点也可以有很大的改善。怎么说呢？目前人类社会所生产的总食物量其实是足够养活100亿人口的，但是在2017年全球有8.21亿人饿肚子，但讽刺的是在地表的另一端有将近7亿人受肥胖所苦，其中也包括了气候妈妈我。这很明显的是严重的分配的不均的问题。我们可以合理的问，那这些食物都去哪里了呢？答案是大部分的食物都进了畜牧业所饲养的经济动物的肚子里了。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说法，地表上有26%没有被冰层覆盖的土地都被用来饲养经济动物，而且有33%，也就是1/3的耕地都被用来耕种经济动物所需要的饲料作物。那如果人们减少食用动物性食品，就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可耕地，拿来生产人类的食用作物，那我们就可以多喂饱40亿人。更有研究指出，如果世界上完全没有对于肉类和乳制品的需求，全球农业用地可以减少75%，省下来的面积会是美国、欧盟、中国、澳洲等4国面积的总和，但还是可以喂饱地球上所有的人。在2006年到2008年之间，当时全国的粮价上升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也加剧了全球饥饿的问题。当时粮价之所以会上升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对肉类需求的增加，导致对饲料作物的需求增加。粮食价格上升，开发中国家的穷人们就更买不起粮食，只能饿肚子。也就是说，因为有钱国家的我们越来越爱吃肉，所以本来可以拿来给人吃的粮食，像玉米、大豆、燕麦等等，就被拿去喂食经济动物。对这些粮食的排挤，也间接让开发国家的没钱人们只能饥饿度日。东西没吃完是浪费食物，这点大家很好理解。但你有想过吗？其实吃太多这种过度饮食也是一种食物浪费。过度饮食是指摄取超过身体所需要的能量，身体不需要这么多的能量，就只能囤积在身上发胖。研究显示，这个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多吃的这些部分都造成了非常可观的食物浪费。在台湾的我们，不管是没吃完倒掉或是过度饮食，应该都是很熟悉的情境。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
就是其实把粮食拿去喂食食用性的牛羊猪鸡鸭鹅这些经济动物本身就是一种浪费食物的行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饲养这些实用性的经济动物，我们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大量的资源来种植大量的饲料作物来喂养这些动物。但这些粮食在这些动物为了被人类食用而失去生命之前，就已经被消耗完了，而无法成为人类营养或能量的来源。有研究指出，人类所生产的农作物的总量约有 36% 都被经济动物所摄取。人类透过食用这些经济动物，其实只有摄取这当中 12% 的热量，所以就总摄取效率而言，还真的挺差的。但人类却利用大量土地和大量的资源来从事这件效率极低的经济活动，所以吃肉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资源、浪费食物的行为。联合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声明，全球性的植物性饮食是挽救世界饥饿、能源危机和气候变迁至关重要的一环。上面也提到，植物的碳排比肉类少很多，所以光减少肉类食用就可以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弱势人群不用饿肚子，减少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畜牧业碳排和对环境的污染，还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么多好处 ，CP 值真是太高了。所以看到这，是不是让你很想开始吃素爱地球啦？不吃肉太难吗？那就从1星期1天不吃肉开始吧。气候妈妈现在自己执行的是1天1餐不吃肉，以防万一提醒你一下，这样完全不会变瘦哦。另外一个时尚新选择是新蔬食，也就是所谓的未来肉，或称人造植物肉。现在未来肉品牌最大的是比尔盖茨和里奥纳多投资，以及许多好莱坞明星加持的 Beyond Meat 的未来肉。主打产品是100%纯植物肉排，强调饥渴乱真的色香味俱全，还特意加了甜菜汁，连煎煮时都会流出红色的血水，几乎跟一般牛肉的汉堡排没啥两样。虽然还没进来台湾，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对牛肉很难断舍离的话，应该是一大福音啊！未来肉从成分上来看，有点多的人工添加，相信未来也会有少一点人工添加的选择。未来肉也因为标榜可以环保、对动物友善等诉求，所以现在吃未来肉可是一种新时尚呢。未来肉的成分主要是植物，所以成本相对而言比肉类便宜，价格也相对亲民。在台湾，八方云集的新蔬食锅贴其实就是未来肉。其实我妈妈还蛮喜欢的，是我私心的必点菜色。想吃肉又不想有罪恶感的时候，欢迎你试试看哦。你都这么有心的听到这里了，不是真爱是什么呢？所以记得要按下赞、订阅和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哦。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对今天主题的心得。有试过未来肉的伙伴，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食用感想哦。今天就先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育儿、水中游和气候变迁的故事。我是企鹅妈妈，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